在众多香港武侠电影里，电影人曾为观众塑造过无数经典的武侠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相貌不凡、气宇轩昂、心存大义且武艺超群的武学宗师，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记忆。不过，有人塑造经典，自然也有人毁经典。上世纪80、90年代正值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可谓高度娱乐化，无论任何题材的电影中都可以加入喜剧元素，任何人和事也都可以被颠覆或消遣娱乐。被颠覆形象的武学宗师自然也不在少数。有趣的是，当时的香港电影人在毁掉一个武学宗师经典形象的同时，总能为其再创造一个另类的经典形象。不但不会令人反感，反而还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阿里就带小伙伴们回顾香港电影黄金时代那些被颠覆形象却很经典的另类武学宗师。哎，那个同性恋的，还不要看别人，就是你呀！另类武学宗师之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周伯通，出自影片《东成西就》。在金庸先生的经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这些武功登峰造极的绝世强者，在本片里均变成了插科打诨的喜剧人物。东成西就云集了众多当时香港的一线大牌演员，虽然每个人的戏份都很有限，但他们所饰演的角色无不经典。你竟敢跟他说话！你惨了！好，仙人指路啊！猴子投胎呀！我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好烫啊！钟镇涛饰演的王重阳，其武学造诣可谓《射雕英雄传》之最，但一出关就被欧阳锋意外掉落的飞行鞋爆头提前领了饭盒，这种死法和他的武林地位极不匹配，可以说死得又冤又窝囊。但你要问王重阳是怎么死的，估计大部分影迷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被飞行鞋爆头。下来还给他，因为这是他做给我的，这样我死也瞑目了，谢谢。道长啊，你都要死了，话还讲这么快啊？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面最英俊潇洒、雪白干净的少帮主，你看一看。张学友饰演的洪七公，在原著中可谓集合了所有正派人物应具有的优点，不过在本片中你完全感受不到。这个自称丐帮有史以来最英俊潇洒、雪白干净的少帮主，空有一身好武功，整天不务正业，靠猜拳赢得帮主之位，秒变歌神示爱，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为爱到处寻死，一副世纪怨男的模样。不过张学友的洪七公深受观众喜爱，在香港电影众多经典喜剧角色中也绝对排得上号。干嘛这么亲啊？去死！让开！你跟那没来言去的啊？当我死了吗？就是您被欧阳锋饰演。梁朝伟饰演的欧阳锋，在原著中处事手段毒辣，但都摆在明处，而非阴险小人。身材高大，英气勃勃，眼神如刀似剑，甚是锋锐，语声铿铿似金属之音。不过在本片中的欧阳锋却用尽了阴招，要置洪七公于死地。为夺9阴真经，更是在洪七公身边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像个单薄柔弱的小跟班。当他挂着香肠嘴唱出“我是一只丑小鸭”时，观众早把原著中的欧阳锋忘得一干二净。丑小鸭呀，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丑小鸭呀，咿呀咿呀哟，呱呱呱，咿呀咿呀哟，呱呱。9阴白骨洞里面有4只猛兽，非常凶猛。幸好最近死了一只，你担任匹马婿还是很危险。张国荣饰演的黄药师，在原著中文武兼备，狂傲不羁，性情孤僻，在本片中变成了一个十足温柔的痴情种，整天围着三公主转，哪里有半点的狂傲不羁、性情孤僻、黄老邪的样子？不过本片中的黄药师绝对是所有影视作品中最讨喜的黄药师。我不喜欢他，小师妹。啊！我不信啦！哎，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回他的肉。哦，大婶，可否借你的胸部给在下一？神经病！梁家辉饰演的段志兴，在原著中出家前贵为大理段氏皇族，出家后则为慈眉善目的一灯大师。在本片中傻贱的他，为了修炼成仙，闹出了不少笑话。成仙后的段志兴在与欧阳锋对决时，完全颠覆了武侠的概念，直接用上了仙法，这完全是开挂耍赖吗？此外，他和黄药师尬舞一段更是全程高能。当然，将这段戏列为香港喜剧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片段之一，肯定不会有人反对。我靠，他当然不高
们师叔啊，我早成你们师母了。刘嘉玲饰演的周伯通和原著颇有几分相似，都是疯疯癫癫的样子。不过本片中的他直接变成了见到男人就两眼发直的基佬，特别和王重阳的一段生死孽恋，称其为香港电影史上最辣演技的荧幕 CP 也不为过。不过牺牲形象的刘嘉玲确实为本片贡献了不少笑料，搞笑功力不输任何一个喜剧大咖。为什么你的手还那么不规矩呢？师兄，你的手也一样不规矩。另类武学宗师之陆小凤、花满楼、叶孤城、西门吹雪，出自影片《大内密探零零发》。在古龙先生的经典武侠小说《陆小凤传奇》中，这4人不仅都是绝世高手，而且均气度不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兼具颜值和气质的大帅哥。在本片中，几位高手虽只是客串性质的短暂亮相，但他们的形象却深深地刻在了影迷的记忆中。说星爷电影中的配角个个经典，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什么人？是谁这么大胆，敢在皇城上打架？文俊饰演的陆小凤和陈建云饰演的花满楼，本来将在此进城之巅见证黄一飞饰演的叶孤城与黄志强饰演的西门吹雪的一场惊世对决，不料却被星爷饰演的零零发打断。当他们亮明身份进行自我介绍时，4位大侠的大叔形象真的令人瞬间喷饭。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武林高手一定要长得帅，但几大高手出门前好歹也打扮打扮呀，素颜登场也太不尊重粉丝了。还原城主叶孤城，冷如冰，寒如雪，剑客西门吹雪，风流芒侠花满楼，4条眉毛人见人爱陆小凤。另类武学宗师之黄飞鸿出自影片《黄飞鸿笑传》系列。自观得新版黄飞鸿至今的100余部影视作品中，黄飞鸿的形象大多都是宽厚仁德、济世为怀、武艺高强，而李连杰版的黄飞鸿更是将其形象提升到了民族英雄的高度。真实历史上的黄飞鸿虽然不像影视作品中描绘的那般传奇，但也确实是一位武德双修的宗师。英雄不是天生的，成长的道路必定是崎岖的，可歌可泣，惊心动魄。而谭咏麟在《黄飞鸿笑传》的2部系列电影中饰演的黄飞鸿，则是个徒有虚名的战五渣，武功差劲，胆小懦弱，几个徒弟的品性也是差得一塌糊涂。还好2部电影最终都以黄飞鸿打败恶势力，完成自我救赎、导人向善为结局，不然秒秒钟被观众口水淹死的节奏。但这个系列电影笑点十分密集，谭咏麟的演技也可圈可点。再加上当时一众香港喜剧大咖加盟，虽称不上经典的黄飞鸿电影，但称其为一部经典的喜剧电影并不过分。白莲圣教，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黄师傅，我跟我那些徒弟经常光顾你们宝芝林，不知道能不能打个8折？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我今天100岁，原来想不打架不讲脏话，你他妈王八蛋，非他妈逼我破戒，我他妈的不打你他妈这王。另类武学宗师之张三丰，出自影片《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张三丰在金庸先生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犹如神一般存在，不但武功深不可测，道德修为也极高，可谓仙风道骨。洪金宝在《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饰演的张三丰，倒也不失武学宗师的风范，不过就是脾气太火爆，100多岁的人还那么糙，就不怕高血压吗？这牛脾气老道的形象和观众熟知的那个张三丰在性格上反差极大。不过洪金宝幽默可爱的形象同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怎么你的九阳神功这么厉害？你叫我保住童子之身，我没忘记。哎呀，你师公没女人要才会做老处男的吗？你有机会就要好好利用。好了，本期盘点就到这里。如果小伙伴们在电影中还发现了更另类的武学宗师形象，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赶紧动动手指关注一波吧。当着他的面和我，好，我控制我自己。降龙十八掌。